这个里边是笋干炒肉，一会儿稍微炒一下，加热一下，准备拌面吃。在超市里花了1欧买了这么一大坨生菜，德语叫 Kopfsalat，Kopf 就是头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因为它像一个脑袋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准备一会儿煮面吃，不知道煮面吃起来味道是什么样的。今天准备吃有点粗一点的这种刀削面。我喜欢吃这种实心的蛋，就我不喜欢吃那种溏心蛋。但是好像现在溏心蛋特别流行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的喜好一样，就是牛排啊什么的，我也喜欢吃全熟的，不喜欢那种半熟不熟的感觉。现在天黑的越来越晚了，我吃完饭了，天还是亮着的。我现在从这个窗户能看到2棵，这是什么树啊？李子树吗？桃树吗？反正开了白色的花。最近天儿也暖和了，就感觉外边越热闹越活泼，越想给生活做减法，不然好像承受不住那么多同时在躁动的东西。最近也在慢慢调整一些自己的习惯。经常有人问我厨房怎么一直保持那么干净，其实就是习惯每次吃完饭之后及时打扫厨房。就比如说今天其实我没有太做饭嘛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要去收拾的，还是有一些油点的在这个灶台上。现在就是洗完碗，现在都还很脏，这个炉灶还没有擦，就先用这种厨房纸随便蘸点这个水湿润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浮油先给它随便抹一下，然后我是用这种出油剂给它喷一层。再用这个抹布再给它擦干净。这个抹布有点贵，但是它真的特别管用，而且手感也特别好。最近因为一些情况吧，这个以后再说，就挺关注一些理财方面的东西，视频啊什么的，看了好多。我以前特别爱买打折的衣服，就觉得打折的时候不买就亏了。我最近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，我每次在网上，比如说遇到那种打折季啊什么的时候，或者说就看到一件打折的衣服，我就问自己，如果这个衣服不是这个价格，而是一个更贵一点的价格，我还会不会买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还是想买，那就说明我是真的喜欢这件衣服，而不是因为它打折我才要买。然后最近我就发现，慢慢我好像真的没有那种很冲动的那种瞎买。这也是我最近关于购物啊，或者说选择成本上养成的一个小习惯吧。
我现在真的越来越觉得，不管是衣服还是别的用品，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选择高品质的，从长期角度来看，真的会省心好多。我最近收到几件 Lily Silk 的衣服，我还是挺在意衣服的面料的。它是这种偏天然材质的，像真丝啊、羊绒这种，它这种版型呢就会干净一点。挺适合我上班穿的，就是很干净，但是又不至于很夸张，垂感也很好，就是穿上去是比较自然的那种，摸起来会很顺很软，而且贴在身上会比较透气亲肤，不会有那种闷的感觉。这摸上去真的特别舒服，像现在天儿有点变暖和了，穿着这个它完全不会闷。我现在会更倾向选择这种材质呢好一点，可以穿得更久，然后呢就是要相对简单，颜色呀版型啊要正，就会比较好搭衣服，一件可以当多件来穿。我现在买东西的一个变化就是会更倾向这种可以用很久的东西，虽然单价可能会稍微高一点，但是不需要一直去换新的。从长期角度来看呢，其实节约了很多选择成本。如果你也比较在意这种材质和穿着感受的话，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看，他家品类其实还挺多的，像真丝枕套啊、睡衣这些都有。最近官网有活动，也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，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让自己心动的单品。前2天在 YouTube 上看了 Robert Greene 的一个视频，他说可以试着多读一些让你有点不舒服的书，就是那种你看不下去或者很想反驳观点的书。其实我有好几本已经开始看的书，但是呢就是看不下去就搁置了。我当时就觉得干嘛逼自己呢？不想看不看就好了。但是这个视频说，如果你一直只看那些和你观点一致的东西，其实是在不断强化原本的自己。我觉得这个观点挺有启发的，就想去主动看一些我原本可能不会选择的内容。所以我最近就是在看那些1-2年前开始看了一点就放下的书，现在在看这本《为什么我们吃太多》。我一开始就是想当个练习嘛，就去挑战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。现在看一看，反而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看不下去。今天做这个视频。Today's class is a 20-minute Pilates HIIT workout. Make sure that your spine is nice and straight. 我最近突然发现我有了一些发呆的时候，就是会突然回过神来，发现刚才那一阵儿自己什么也没想。这种场景我好像只有上学的时候被老师说走神的时候会有，反正最近几年没有过这种感受，脑子一直在转，不停的有不同的想法冒出来。所以我突然有这个意识，我可以有一点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，我还挺惊喜的。我一般会做普拉提或者瑜伽来清空一下大脑，因为这2项运动是需要主动配合呼吸来做动作的，会更有意念的感受呼吸，感受当下。生活中真的有很多很多内耗的事儿，每次我察觉到我自己在内耗的时候，就问自己，我现在还能改变这件事儿吗？如果可以，那我就去做，如果不行，那就先这样呗。内耗的念头当然会一直重复，不然也不叫内耗了嘛。但是我每次就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多问几次之后，自我消耗的感觉就淡了不少。